嗨，我是老板。女生其实在一生中很容易遇到某些奇怪的诱惑，但又很难拒绝的。然后今天要讲，真的是身边都有看到朋友发生的真实案例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好，什么是女生很容易遇到的诱惑啊？你们知道女生真的是有很多外快可以赚钱的吗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好像是哦，好像是，因为男生比较不容易遇到这些机会，可是女生就是很容易遇到。好，我今天要讲第一个案例，就是大家都听过的饭局妹，就是你只要牺牲一点点，你就可以多赚一点点，一个晚上可能好几千块，可是真的就是去吃饭而已哦，没有干嘛哦。那很多人是不是就会觉得啊，去吃饭啊，喝酒啊，这样子好几千块，这样很棒啊，反正我们也都要吃饭，还有钱可以赚，对，就是这个逻辑，就是有免费的酒，然后反正又省一餐，然后如果5000块好啊。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通常对方约的人可能都会说，放心，不会对你怎样，真的吃饭而已，吃完喝完酒就回家了，可能就是4个小时。然后你听完就会觉得，那也没怎样，我也没什么损失嘛。对，所以你的道德标准上面你是过得去的。对的。那我的朋友跟我说，亲身去过的人说，对，第一次去真的有可能是这样。然后你顶多，如果你遇到不好的人，他可能就吃你豆腐，来一下你肩膀啊，或者是什么言语上面的吃豆腐。他都觉得这还可以忍受，因为他就觉得哦，果然还是会有这种事情，没有真的那么好赚。可是至少没有真的被怎么样。他说，但重点不在这，重点在后面就会有别的机会来问你啊。因为他说，你既然去了，你是愿意去花时间陪别人吃饭赚这个钱的人，就会有人提高价码去问你说，那可不可以多做一点别的事情？可是价码也会乘以3倍。例如，你可能一个晚上本来是5000块吃饭，吃4个小时。他后来跟你讲说，好，那如果2万块，然后陪客人去别的地方喝酒，这样可以吗？只是喝酒，当然都是这样讲啦。那后面怎么样时候又增加价码了？什么？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入门，懂吗？哦，对，他就说，其实问题真的不在吃饭的那一局，而是就会有相关的周边的衍生服务来问你，那你要不要？他说有些人确实是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只吃饭，其他我是一律不碰。可他说人有时候就是会有缺钱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吃久了看多了，你也会觉得里面如果有人，你看到有人，他就是去了，好，那他的经济就变得很好。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好像他也没怎么样啊？那可是我只有5000块，他有3万块，哇，差很多。可能就开始入门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会觉得好像不然去一次看看有没有怎么样。你的那个道德标准会越来越改变跟降低，因为你进去那个圈子了，所以不要觉得只是去吃饭，那有时候你就很难抗拒了。如果我赚了5000，我干嘛2万都不赚？对，然后有2万的，就是那万一之后有个包月的6万，怎么干嘛不赚？对，就会变成开始说服自己。例如，你可能每次去是都陪一桌人吃饭，然后每次都不同的人。好，包月的时候是陪同样的人吃饭，你可能会觉得那有什么差？而且他还包底，月费还比较高，这个是熟悉的人，你就越来越踏入，最后是不是就变包养或什么？那所以你们真的有身边朋友在做这个吗？有我有听我朋友说过，每个人都有朋友有在做这个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天哪，你是不是很期待？你是不是觉得你走错行啊？我跟你讲说，怎么都没有人约我。怎么我都没有这种好康？我怎么都没遇过。所以你那个朋友是怎么样？他说他去过1次之后，他也是觉得没什么，就是吃饭，然后一个晚上多个5-6千块。对，第一次都是想说，我有5000块，然后吃饭干嘛不赚？对，然后后面陆陆续续呢，就是有约几次饭局，他就发现，他1个月其实薪水就多了2-3万，2-3万啦。如果一次有6000，对，你可能就很容易多个2万出来。对，你每个礼拜去1局。可是他就是一般上班族，就是领那种28000-3万块薪水的，所以对他来讲，他就会觉得我干嘛那么辛苦上班，晚上就去吃饭。你说那个时候他的薪水可能就3万块，可是他多了一个2万的外快收入，他就变成有5万块。然后2万是靠吃饭来的，那他肯定觉得这个太好赚，管饱又管吃，又管喝啊，对，管喝，管饱跟管吃一样。然后还有钱赚，就突然多2万多块的收入，对，然后去吃饭又可以弄得漂漂亮亮的，这样手不好。然后后来又可以经营个人 IG 哦。哦，他就会很多高级餐厅的 po 文，对，没错，对，但是都不会看到是跟谁去，都只有餐厅而已。然后你认识他的朋友就会觉得他的版怎么开始有很多高级餐厅，或者是招待所，或是酒店，或者是喝酒的地方。哇！所以后来他这个收入维持了很久吗？他后来就是没有办法专心上班，有没有再多接一点？对，哪边有饭局，然后他就一直约，然后一直想要去。因为饭局的收入太好赚了，而且重点是他钱是现领的因为有时候都付现，或是隔天会给你嘛。对，好，所以现在就有2个问题，一个是我上班如果只有3万，我吃4次饭有2万4，那我干嘛不多吃一点饭就好了？我还要去上1个月的班的薪水。才有3万块或3万多块，而且还被绑8个小时在办公室，然后有时候还要被主管骂，还要被刁很多工作绩效。
就是会觉得说，突然觉得这个正职让你难以忍受了，主管也变得难以忍受，老板也变得难以忍受。卖笑会比较开心。但是如果这边你只要再多努力一点，可能也会到3-4万块。然后可是我是开心的，我还有吃有喝有玩，还有钱拿。对，所以很容易就会开始对正职的薪水开始感到不满，然后配合度开始不高，然后就没有心想要做这一块，然后心就跑来这一块了，因为这块比较好赚又好玩嘛。他后来正职就没有做，他就离职了，他就辞掉了。对，那他辞掉他的饭局的收入才2万多，够他活吗？所以他就要一直不断去找饭局、啊，他就要更积极。他以前只要被敲通告，他现在要积极开拓，就有没有局要找我？可是饭局是会每天有吗？没有报每天，没有生意这么好的。对啊，没有办法每天，而且你根本无法控制是有人找你，然后你去不去啊？对啊，所以其实你是无法掌握你的收入的，所以你有可能1个礼拜都没有的时候，你会慌哦，因为你正职辞掉了，就没扣扣没有底了。对，你等于没有保底了，那他就会要很积极说，最近有什么可以找我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一缺钱，对方会介绍别的东西给你，就像我刚讲那样，那我刚好赚了，你要不要接？哇，对不对？陷阱，因为你缺啊，你把正职辞掉啦，大概维持了1-2个月，自己就会受不了。好像1-2个月他就受不了说，每个月才这样2万多，那怎么办？后来他就是下海。哈，下海是什么意思？从饭局里面有人介绍他说，有酒店这个工作，就直接介绍他去酒店工作，所以他就去了吗？对，因为所以他就去酒店上班了。所以你看哦，2个月前他还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，突然间，然后吃了几个饭局，然后辞掉正职，2个月后他去酒店上班了，好可怕！因为他觉得钱很好赚，他的人生转折嘞，大改变他就是可以先去吃完饭之后再去上班啊。哇，等一下，你今天是一条龙的服务吗？先吃饭，然后喝完酒，然后赚完这个饭局的钱，然后晚上在酒店开店的时候，他再去上班。他的保底变成酒店了，你很认真，然后又更高，他的正职变成酒店对，了，他的保底更高了，所以他这样大概1个月会有多少钱？你很认真想去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走错行？我好奇嘛，问一下嘛，问一下，大概1个月大概也是变10几万吧。哦，所以他确实从赚3万块。然后后来加了外快5万块，他现在翻倍变10几万， 3倍，而且他其实等于每天都有收入因为酒店上班就是变成每天都要去了。对啊，然后因为他2个礼拜就是领1次钱，领现，然后又觉得这样就赚钱很快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，女生很难抗拒的诱惑，你就是会有这种快钱可以赚，那有时候就让你很难好好当上班族。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太好赚了，我干嘛乖乖的上班呢？好，刚刚讲的是从饭局妹变成到酒店上班的故事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遇到一次性被钱砸的机会。我这个朋友就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当模特儿，他有一次就是工作的关系接到一个通告，然后要先去陪大老板吃饭，才会把通告给他们，要拍个广告什么的，然后他们就约在高级的招待所里面。结果那个老板就看上他，因为他长得真的很漂亮，又很年轻，很可爱。吃完饭喝完酒之后，他说他从包包里面拿了一叠10万块出来，那种绑好的，银行绑好的那一种，就放在他桌上说，这个招待所就是有一个小房间，那你今天留下来过夜的话，你这个就可以收起来。他说他那时候才22岁而已，非常年轻。他一天的工作可能赚1万，可能因为模特儿的工作不是每天都有，所以他有时候就是1个月可能10几万，有时候20几万。他已经是非常收入很高的年轻模特儿了。对啊，所以他说他看到那个10万的时候会想的会是，这大概是我1个月的收入。他说他还是有心动一下哦，今天晚上睡这里。然后就可以拿走吗？他说他有闪过一个这样的念头。我说你当下真的有想过要把它收起来？后来他说他恢复理智，就是我自己的能力1个月赚得到，我真的不要拿这个钱，不然我很怕我以后看不起我自己。他说他冷静了，他就拒绝了，然后离开了那里。那如果再加第2点，一点不够是不是，小姐？我加嘛。如果你愿意留下来，这2叠你都可以拿走。不够再加。哦，这个就不一定喽。对啊，不知道。2个月收入这个我也心动。然后后来他就跟我真心告白，他就跟我说，我是因为我可以赚10几万，所以我看那一点我会觉得就是1个月。那其实我也可以不要赚这个钱。他说他可以想象，因为他说他当模特以前他是去上班真的只有2万多块的女生，他就可以理解。天哪，如果是我3个月的薪水的话，可能会牙一咬就拿了对啊，对，很难。这就像你讲的，如果又再加1叠，太过分了，会不会离不开那张椅子？脚被钱黏住了。对，脚被黏住。所以女生是不是真的很难抗拒那个高金额的诱惑？因为这个对比我们刚刚讲的那个5000块饭局，这个是10万，差很多对，而且就是1个晚上，真的会不小心失去理智。很恐怖，而且没有人知道。对，没有人知道。他说，因为他是默默留下来，其实他说厂商后来都走了，其实没有人会知道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还好你没有拿，因为你拿了，我觉得也不会走一次，回不去。他如果再来就开某个价钱跟你说，那你就是我以后找你你就来，你也是走上这条路，那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人一样，他可能就会开始没有办法做模特的工作了，因为你拍外景要死要活，再辛苦换一大堆衣服才1万块，可是我1个晚上在这里喝酒。然后睡一觉起来就有钱了，对，就有10万，他也有可能就会做不了模特的工作了，看不了厂商的脸色了，或者还要被摄影师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就会跟你刚刚那个上班族朋友一样，有可能就会转行做别的事情。这个真的就是女生很容易遇到，尤其是漂亮女生，你就是外貌越出众，你越有这种机会。
大家会以为是啊，那是模特啊，我们都是一般人接触不到啊。没有，你现在网络上的资讯太多了，有包养网啊、干爹网啊，还有就是如果你有开 IG， 你很容易就会收到陌生人私讯给你说，要不要去澳门？要不要去杜拜？然后5天4夜，开价就是1到2万美金，5天过完现领，然后还不含现场可以拿到的礼物。所以如果今天是1万美金或2万美金，很有可能是一个小资女1年的年薪，甚至是2年的年薪之类。如果你赚3万多块的话，然后你只要去5天4夜，有吃有喝有玩哦，你会想去吗？然后没有人知道哦，你只要跟家里说出差，年薪2年年薪有点想去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可是我发现是不是有男朋友比较没办法去？因为你要跟男朋友说你突然要跟谁出国5天，不用管他年薪年薪在那里耶。所以这时候突然把男朋友甩掉，说我就是要跟朋友出国啦，怎样？就不管他，先去再说，回来再解决他。但是我觉得第一个，这有可能是骗人的，你有可能拿不到钱，然后你也有可能被卖掉。醒来直接在柬埔寨。对啊，你搞不好你会不会被骗到哪边去不知道，然后你下来的时候发现人在柬埔寨，而且你也不知道那里，然后你护照被他拿走了，你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杜拜。对，反正就是不定，你搞不好就是被人蛇集团骗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女生也不要这么想说这么好赚，5天呢就1万美金，你未必拿得到钱。那我们也有看到很多新闻是去了之后，他真的有去杜拜，他真的也有赚到这笔钱，但是他回不来了。被卡在那里，他的护照被收走，然后就叫你一直做这个工作了，钱也没有到这么多，就是一个正常的收入。可是你回不来了，你就是一直在那边做这个工作了，好可怕。然后你没办法求助，手机、护照都被收走，怎么办？也不能跟外面联络。所以那1年年薪、2年年薪重要吗？你一辈子都没了，不重要了。太好赚的钱都不对，真的这个很重要，太好赚的钱一定有问题，所以女生很容易就是被这种东西诈骗嘛。然后男生就是叫你讲投资理财、虚拟货币什么的嘛，然后都是一个门槛很低，然后可能报酬率就有多高。我跟你讲，只要看到特好的条件，然后门槛又很低的，一定有问题，没有这么好赚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女生是不是真的遇到这种有钱砸在你脸上的这种机会，真的很难逃得掉这种诱惑啊？因为金额太高了。可是我会觉得，就是做这种工作，他可能就是会被朋友啊，或者是其他人被朋友指指点点。如果被知道的话，对啊，而且也不可能一辈子朋友们不知道。迟早会被知道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会知道，其实你有哪些朋友在做，就算他没有明讲，可是你从他的生活形态跟他收入的改变，你大概猜得出来，他有在兼职做这个东西。而且就会想到他怎么没有正职工作，然后就想，那你钱哪里来？对对，光是没有正职工作，然后钱哪里来？然后整天出国，然后去高级招待所，都是很有问题的。有点对。可是他又不能跟你正面承认，他又要在朋友的聚会里面说没有啊，就朋友啊，或者是要跟你说是男朋友啊什么的，然后那男朋友都没有见过面，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，用男朋友来包装这件事情，但其实就是伴游嘛，心里都知道。有时候这种朋友就跟真正的朋友就渐行渐远，就价值观不一样。对，而且因为他也没有明说，你们就有一个隔阂在，不能戳破他嘛，那他也没办法跟你们真心交流。而且很多女生其实因为这样也会影响自己的择偶。你交男朋友的标准变了，应该说你已经看到这些这么大的场子跟这种收入，你其实也看不上一般男生，你就会用那个收入去推估你的交友，而且交男朋友会影响他要去做这些事情。哦，对，你出国你还要跟男朋友说谎交代，然后跟谁什么，其实会卡他的工作，所以他们通常有时候也会选择，那我就不要交男朋友，烦死了。有可能就影响自己的交友或择偶的时间，这样子。就是你这个钱也没有办法赚很久，所以如果当你之后真的就是没有这个收入的时候，你又回不去你原本的生活。因为他已经把收入拉到这么高，1个月的月收拉到这么高，突然有一天没有这个收入的时候，你回不来当普通上班族。所以对一个女生的一生的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，不是10块钱而已哦。因为你都觉得是我就是赚这1-2次。可这1-2次就是会深深影响你的价值观，跟后面的人生的所有选择，包含你的交友、择偶都会有所改变。它其实影响你一生的，绝对不是说就是1-2次而已啊，你之后就不要去就好了。通常那都是一个开端跟入门，对，所以建议女生还是好好思考一下吧。如果喜欢我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踪我的IG哦。